那我再问你们，如果要产生这个痛，心脏不跳，它会有痛的感觉吗？哎，没有啊。那代表着你在这个痛的产生，还不止心脏要参与，五脏六腑要不要参与？要啊，以此类推嘛。如果肝脏都不运作了，你其他的脏腑在动，你能够有痛吗？不能嘛。肝脏不能有作用，你大概也那个了嘛，对不对？所以这样在推敲，五脏六腑也在运动。所以我按这里的时候，我问你们：心脏、五脏六腑有没有都在运作？确定了嘛？神经、肌肉、骨头有没有在帮你运作、参与运作？有嘛？所以我才确定，我这一按下去，全身都在运作，那才会产生作用。所以阿是穴的作用就是这个痛感就激发了全身整个组织在运作而产生的一个疗效出来，激发出来的疗效。那你找一个没有痛点的也在扎针，那显然就没有疗效嘛。这就是孙思邈讲，你阿是穴比你14经络任何穴位还有效，因为穴位没有找出痛点来。那他的阿是穴就是找出痛，这个是在一个区别。所以有些人学了原始点说，哎呀，有没有按原始点不痛能治病的原始点？那还叫原始点吗？我还要称为原始痛点吗？那如果这样能成立，那就不以后说有没有阿是穴而不痛的阿是穴？那不痛他怎么阿呢？所以你们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我都很不想回答的啊。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个为什么要找痛点？为什么孙思邈要找阿是穴？原来那个刺激是有效的刺激。那中医就好了，他因为没有找到阿是穴，所以他不得不在下针的时候怎么样？靠捻针进出这样强刺激，然后来产生怎么样？酸胀麻感这些感觉，让患者这种感觉之后，才激发全体的运作力量。但这个是靠人为的，而不是他身体反映出来的，所以效果还是略显不足啊。了解吗？那这样说来，原始点不但解决了阿是穴，让它无定位，我已经找出固定可以找得到。那又在经络穴位上，它虽然固定，又找不到阿是穴的问题，我也帮他解决了。所以他们这两者的问题，我同时一并解决。也就是第一个，我既有经络穴位的固定位置，可以找到阿是穴。我又有阿是穴的概念，而经络穴位又没有，所以两者他们的优点，我都可以同时把它们解决，取他们所长，那也把他们的问题同步解决。那这样一解决之后，进一步把医学推升到什么？诊断跟治疗已经结合在一起了。这个是第一次，也就是如果中医发展或西医发展，第一次进入到诊断跟治疗合一的，那我告诉各位。这个就是从原始点才开始的。